在18年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船神舟5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圆满完成了航天任务，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质的基础。现在，我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12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进入预定轨道，开启了我国载人航天史上又一个崭新的篇章。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的消息，目前我国的神舟12号载人飞船已经与天河核心舱成功实现了自主快速交会对接，3位航天员也已经顺利地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按照程序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先后将节点舱门、核心舱门先后打开。在6月17号18时48分，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聂海胜先后进入中心舱，标志着中国首次进入空间站。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3位航天员将根据计划进行相应的操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神舟12号升空，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后，外国媒体直接刷屏报道我国这次壮举，世界该向中国靠拢，而欧美国家也确实在这么做。欧洲各国的宇航员们为了更好地融入我国的航天环境中，他们正在加紧学习中文。可以想象的是，不久之后，我们就能通过屏幕看到在我国空间站上讲中文的外国航天员，这是一件多么美妙和令人骄傲的事。除此之外，外媒还在这件事中惊讶地发现，中国人从不浪费时间在废话上。这一结论的由来来自于2001年美国通过的沃尔夫法案。这一法案明令禁止了 NASA 和美国的太空公司将先进技术共享给我国。因为这一法案的颁布，我国被排除在了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国家之外。但很明显的是，美国方面低估了我国发展航天事业的决心。尽管起步晚、底子薄，但却以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短短20多年里成为了世界航天强国。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如果非要论出一个排名的话，那中美俄3国并列为第一梯队。而且在面对美国这种不人道的科技封锁行为时，我国并没有同美国说什么，也没有进行任何毫无意义的抗议，而是默默地发展自身。但外国媒体不知道的是，除了在航天事业发展外，我国在发展军事实力时更是没有浪费一丝的时间。就拿海军举例子，我国海军这几年的下饺子，可以说是把中国不会浪费时间在废话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巴基斯坦，中国人民都叫它巴铁。从称呼就可以看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要好。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互相依靠、相互信赖的合作伙伴，中巴合作也在日益加深。但是总有人不希望看到中巴之间的关系日益牢靠，想方设法从中作梗，希望破坏双边关系。这不，在中国内政事务上，美国媒体又意图利用巴基斯坦误导舆论走向，恶意抹黑中国。据环球网报道，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被美国记者恶意提问关于中国新疆的穆斯林问题。巴总理多次否认了中国镇压穆斯林的说法，并表示他相信中国不会这么做的。巴总理甚至反问美国记者，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中国问题，反而对克什米尔地区的900万克什米尔人不管不问？那里的人民更值得美国去关注，而美国这种关注中国内政的做法是虚伪的。伊姆兰汗总理的反问令美国媒体非常难堪，以至于他们直接在媒体报道上增加了大量的谎言来恶意抹黑中国，宣称巴基斯坦是由于中国大量援助和财政上极大的依赖中国，导致巴基斯坦不敢进入中国。对于美国媒体恶意抹黑中国的报道，很多外国网友还是听了买账的。有些人则嘲讽道，美国对穆斯林的关系实在是虚伪的，是个世界大笑话。有的人怎觉得美国突然关心穆斯林世界，这种虚伪来得如此明目张胆。还有人拿伊拉克举例，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人民国破家亡。最后证据显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指责其实就是谎言。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应该为伊拉克战争和伊拉克死去的数百万人负责。反观中国，在疫情期间不仅给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医疗物资，还帮助各国在疫情之后恢复经济，尽显大国风范。美国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致力于到处抹黑中国，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想方设法挑拨中国与友好国家的关系。之前挑拨中俄关系遭普京回怼，这次又来给巴铁挖坑。可是美国不知道的是，中巴之间牢固的关系不是美国可以挑拨的。希望此次巴铁总理这次力挺中国，反将美国义军，可以让美国认识到中国在友好国家中的影响力，不是美国耍小心思、恶意抹黑挖坑就能破坏的。希望美国能早日停止这种恶意的行为，学习中国做一个大国该做的事。在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媒发现我国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官方账号在当天进行的宣传展览中，公开放出了一组歼31战机的画面图，累计近21张。
从公开的照片中来看，尽管画面中的歼3-1内部线路和设备已经全部拆除，但依旧可以看出一些经过改良的细节特征。其中十分明显的就是机腹的弹仓设计十分趋近于歼20的机腹形状。作为照片的拍摄方，还在配文时指出，此次曝光的是歼3-1 2.0 版本的静力实验机。在拍照时还能清晰听到沈飞在进行发动机试车的声音，这很可能是在测试全新的航空发动机。这种细节上的曝光还是十分罕见的。有观察人士认为，从弹仓细节来看，不论是弹仓深度还是弹仓的横向宽度，都与歼20的弹仓神似。这很可能意味着我国第一款隐身战机歼20的相关武器装备，比如备受外界关注的空中杀手锏霹雳15空空导弹，正在被移植给 FC-31使用。而且这种改良方向也符合我国的一贯设计思路，既能够减少研发难度，也能够减轻后勤压力，不需要额外为歼3-1单独研发新型空空导弹。而且歼3-1一直被外界看作是新一代的舰载机，对标美军 F-35。如果歼3-1可以兼容歼20的空中杀手锏，那么在未来的海上制空权争夺中，也将会是一个巨大优势。霹雳15空空导弹作为我国最新一代的空空导弹，在雷达上做了重点设计，具有抗干扰数据链、探测距离增加，配合上一个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射程直接达到了400公里左右的惊人距离。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将霹雳15列为最具威胁性武器。很有意思的是，在此前中国歼20曝光拥有霹雳15空空导弹作为标准装备时，美国五角大楼还曾经公开要求研发部门要将霹雳15的特性作为美军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参考思路。这种导弹不光对同为隐身战机的 F-22、F-35产生威胁，还将威胁到美军的轰炸机和空中加油机，这是对美军空中优势的严重威胁。由此也可以看出该款导弹在美军心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未来歼3-1确实装备了霹雳15，那么还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近身格斗。因为霹雳15有一个目前国际空空导弹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可以在发射瞬间完成转向，也就是能够向后瞄准发射，这在空中交战中极具威胁性，而且兼有出其不意的效果。近段时间，美国的主要镜头几乎都已经转移到了针对中国上，不仅不断联合盟友，同时还试图忽悠普京一起针对中国。不过，如果普京是好忽悠了，也早就没了如今的国际格局了。所以在普京拒绝后，美国终于直接对中俄发出了战争信号。近日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航空兵中被称为红色12队的第12综合战斗机中队日前做了一件令人十分惊讶的事，那就是这支部队将自己的一架 FA-18E 战机的涂装被改成了俄罗斯最新战机苏57的模样。而且在媒体报道中，这个举动的描述词语却是刻意。苏57作为俄罗斯第一架隐形战斗机，虽然目前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很多数据都是机密信息。但是就目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数据来说，但物理理论上，这确确实实是一架非常优秀的战斗机。而且之前还有消息说，苏57在叙利亚上空实战测试过，想来美国也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作为俄罗斯强大战机之一，美国对此针对性布局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再回过头来看，美国这次精英部队专门针对苏57做了相似的涂装，很可能就是在针对苏57进行练兵。毕竟 FA-18E 战机虽然远不及苏57战机，但做部分测试练兵却是完全可行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练兵的举动并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而且从目前中美俄的局势来说，针对中国更为频繁。比如日前，美国福特级航母就在佛罗里达州海岸外进行了全舰冲击测试。这个冲击测试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检测航母在被轰炸的时候能承受多大的冲击力。航母作为海上霸主，实力是绝对强劲的，但是在如今的科技环境下，却也不是没有克制的武器装备。比如潜艇就是其一，而另外一个就是反舰导弹了。这就要说到东风21D了。记得在去年的时候，俄罗斯军事专家图契科夫在其文章中就曾说，美国航母未来必然只能是一个摆设，只有威慑的实力，而在战争实力上却十分困难。因为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航母对上中国的东风21D导弹，几乎就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再说美国这次给福特级航母做全舰冲击测试一事，据悉上一次美国做这样的测试还是在至少30年前，而且美国海军在这次测试声明中也明确表示，在福特级航母通过测试为没有问题后，那么福特号将能够加速进入发挥战力的状态。如今中美俄关系逐渐紧张，美国这番动作无疑是在模仿苏57、东风21D进行练兵，是在向中俄发出战争信号。因为一旦美国对中俄的高科技武器不再畏惧，那么大战必然会一触即发。对此，中俄必须提高警惕。